如果我们从地球出发，朝着一个方向飞行465亿光年，我们会撞到一堵墙吗？答案肯定会颠覆你的认知。真正恐怖的结果是后面还有无穷个宇宙，我们看到的宇宙连宇宙的一粒沙子都算不上。麻省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艾伦·古斯是宇宙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，他估算不可观测宇宙的半径是可观测宇宙半径的3乘以10的23次方倍。更重要的是，古斯是多重宇宙理论的主要支持者。不过，多重宇宙的雏形并非现代提出，早在公元前5世纪，古希腊人就认为所有物质由一种看不见的原子构成。后续哲学家如克吕西波斯进一步提出，原子碰撞会产生无数个宇宙，这些宇宙会在永恒循环中终结与重生。但受限于时代，他们没法用仪器验证假说。直到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才能通过测量宇宙背景辐射、引力等看不见的事物，探索宇宙的本质。我们已发现宇宙在约138亿年前诞生，且至今仍在不断膨胀。为了探究宇宙的起源母体，古斯与同事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暴胀理论。这一理论结合量子物理与粒子物理，认为在大爆炸发生前不久，宇宙经历过一段超光速膨胀。大爆炸后的不到1毫秒内，宇宙从质子10亿分之一大小膨胀到大致一个橙子的大小。之后，传统的热大爆炸膨胀阶段才正式开始。暴胀理论最关键的价值是解决了宇宙均匀性难题。近距离看宇宙里有星系、黑洞、星云，显得混乱，但把视野拉到极致，会发现宇宙整体极其均匀，无数天体的分布像平坦海滩上的沙粒，且任意2个区域的背景辐射强度差异不超过 0.001%。若没有前期的暴胀阶段，这种均匀性根本不可能实现。根据非暴胀模型，宇宙可能是密集，星系周围环绕着广阔虚空的无序状态，就像烤蛋糕前不搅拌面糊，最终只会得到一团糟。正因暴胀理论解决了天体物理学诸多不合理的难题，它后来被正式纳入大爆炸理论体系。而更关键的是，几乎所有包含暴胀的宇宙模型最终都会指向多重宇宙的存在。以永恒暴胀模型为例，该模型认为暴胀是永恒持续的，随着空间以指数级速度膨胀，会不断产生无数次小大爆炸，每一次爆炸都能催生出一个全新的气泡宇宙。我们的宇宙只是这些气泡中的一个。由此可推，若暴胀是我们宇宙的前奏，那它也可能是无数其他宇宙的前奏。若暴胀真的永恒，那气泡宇宙的数量必然是无穷的。当然，这一推论也带来了新问题：为什么我们恰好生活在这个宇宙？其他宇宙是否有生命？它们是否遵循和我们相同的物理定律？要理解这些问题，不妨把宇宙换成行星类比。如今我们已发现超过5000颗系外行星，地球并非独一无二。但我们之所以生活在地球，是因为地球处于宜居带，还拥有磁场、足量氮气、适宜质量等条件。简单说，地球是集齐所有宜居条件的幸运儿。我们的存在不是运气好，而是环境塑造的结果。多重宇宙的逻辑与此类似，每个气泡宇宙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物理定律，有的维度数量多于3维，有的少于3维。若存在无穷多个宇宙，我们只是恰好身处宜居宇宙，这里有合适的物理定律、温度、背景辐射，能让生命萌芽，而绝大多数宇宙可能是死寂的虚空，只有几块岩石，甚至偶尔有跨维度生物在其中漂浮。为什么多重宇宙理论有可信度？核心原因是我们宇宙的条件太完美。若宇宙是唯一的，那它在138亿年前诞生时，恰好满足引力强度差 1%， 就无法孕育生命。宇宙学常数、轻聚变效率、维度数量都必须刚刚好，这些条件也未免太过于巧合。但如果存在多重宇宙，我们身处宜居宇宙就变得合理，毕竟我们根本无法在其他非宜居宇宙中存活。不过，多重宇宙目前仍存争议，它不是独立假说，而是永恒暴胀、弦理论等理论的必然推论。科学界多数人持怀疑态度，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办法直接测试预言多重宇宙的模型，在找到测试方法前，它只能算是宏大的思想实验。甚至多重宇宙这个词本身还有逻辑小矛盾，宇宙意为所有事物的总和，多重宇宙就成了多个所有事物，但这只是语言陷阱，不足以否定理论本身。若多重宇宙最终被证实，其影响既惊人又可怕。无穷个宇宙意味着存在一个有另一个你的相同宇宙，可能存在松鼠统治人类的宇宙，但目前唯一可能支撑多重宇宙的线索是宇宙中的冷斑。2000年初，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发现，波江座方向有一个直径18亿光年的区域，温度比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低 0.0007 开尔文，且该区域的物质比其他区域少 20%。 这个宇宙荒漠的规模远超主流模型的预测。有假说认为这是另一个气泡宇宙与我们碰撞的痕迹，碰撞时物质被推开，在我们宇宙中留下了这个宇宙淤伤。不过这一假说仍需验证，关于多重宇宙的真相还需要更多探索。